福宝有多担心妈妈的安危。在爱宝给福宝生下双胞胎妹妹前，又再一次经历第一次生下福宝时的疼痛。他寝食难安，疼得满地打滚。除了两位爷爷对爱宝的牵挂外，最担心爱宝的还有福宝。早在爱宝因怀孕需要多多休息时，江爷爷就嘱咐福宝需要安静。 지금 엄마가 조금 조용히 지내야 되는 시기니까 이렇게 소란 피우지 말고 얌전히 而福宝听到后，连走路都是轻手轻脚，生怕打扰到妈妈休息。 봐, 이리 와봐, 봐. 옳지. 잘하자. 어머니 밟는 소리가 안 나게 천천히 옳지, 옳지. 봐. 봐, 어떻게 이렇게 착하노? 等到爱宝临产期时，在外场积极营业的福宝，虽然看起来还在没心没肺的干饭，却早已为妈妈包好新鲜竹笋，整整齐齐的摆好放在竹床上。要知道，这可是难得的巨无霸大笋，肯定是福宝专门为妈妈挑选的。江爷爷看到这颗竹笋，瞬间明白女儿对妈妈的担忧，特地告诉爱宝闺女的心意。此时啃一小口竹子都异常艰难的爱宝，竟然一反常态的大口吃了起来。此刻一定是福宝给了妈妈力量。到了凌晨2点，爷爷依旧守候在熊舍外，守在爱宝身边，每隔几分钟就要查看一下爱宝的新情况。而同样坐立难安的还有福宝，因为不知道妈妈到底怎么样。福宝一会哐哐撞门，一会又发出啃竹子的动静，只为制造声响，想和妈妈爱宝交流。而爱宝听到隔壁声响不断，反而焦躁不安地担心起闺女来。这或许就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吧。结果福丫头不仅没能看见妈妈，还招来爷爷一顿批评教育，小眼神满满的委屈巴巴，伤心的回角落躲起来了。艾女士终于在7号生下双胞胎姐妹，福公主也成功晋升为姐姐。别看福珠珠平日是爱拆家的傲娇公主，关键时刻却能变身温暖妈妈的贴心小棉袄。万万没想到，福宝竟在回国前长大，明年7月的她还要回国相亲，很快也会成为母亲。希望福珠珠能够成为比爱宝更优秀的妈妈，为宝家族生生不息多做贡献。这是熊猫界的3大顶流美女，出生时都在不同国家，但却凭一己之力在国外吸粉无数。到底哪只团子才是两脚兽公认的颜值之王呢？国内第一女顶流花花，别名果赖，2020年出生在成都熊猫繁育基地，短腿炸毛，行动缓慢。很多网友都说背影最像3角饭团的那个就是花花。花花是一只超级努力的打工熊，总会正脸面对游客，听到游客夸奖自己，花花还会立即热情地向粉丝打招呼。然而他的日常不是被地主就是被润玉二狗夺笋，甚至还会被压成夹心小饼干。而谭爷爷作为花花的头号粉丝，会经常给他开小灶，否则花花不得饿得只剩下皮包骨。只是谭爷爷在钓猫时，总是先给其他熊猫再给花花，因为给的太早他也吃不到。谭爷爷的双标行为更是明显，他曾对发姑奶爸说不要抱熊猫，结果发姑奶爸记住了，谭爷爷却抱着200斤的大孙女日复一日的下班。在谭爷爷的宠溺下，花花成长为国内当之无愧的顶流。在韩国出生的福宝公主主打的就是叛逆，不是在爷爷给妈妈种植的小树上疯狂打滚，就连爷爷种植的油菜花也不放过。福宝出生前爱宝花园鸟语花香，溪水潺潺，福宝出生后花园变荒原。不过这些任性行为都是被江宋爷爷惯出来的。作为财阀家的掌上明珠，第一只在韩出生的大熊猫，福宝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从小就有专属玩具房，而且大部分玩具还是饲养员爷爷亲手做的。爷爷们更是标准的晒娃狂魔，没事就拿手机给福宝拍，而没掌握力度的福宝直接将爷爷手机打飞了。爷爷不生气，反而找爱宝告状。 할아버지 핸드폰을 주먹으로 깨먹고서 미성년자라 전상을 못한대. 这时爱宝乐园的幕后老板3星长公主就来为混世大魔王买账，而2位爷爷宠起孙女更是有一种不顾他人死活的冲动。福宝喜欢枫叶，宋爷爷就薅来几麻袋的枫叶让孙女玩个够。福宝喜欢追着蝴蝶玩，宋爷爷就去隔壁蝴蝶馆抓来一只蝴蝶陪他玩。福宝羡慕隔壁老虎家族有瀑布，江爷爷立马给园长写报告申请瀑布，吓得老虎连夜生下5个娃才保下瀑布。2位爷爷对福公主的有求必应，让她顺利成为韩国爱宝乐园第1小霸王。最后一位日本元气少女英邦，这是一只干饭都能打瞌睡的大美熊。英邦2014年12月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动物园，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桃邦。当时姐妹俩的出生轰动整个日本，两熊的名字也是从1万多候选名单中选出来的。姐妹俩过生日时，动物园除了给他们准备大蛋糕，还会精心制作樱花和桃花形状的冰块。英邦拥有米奇一样的耳朵，也是一位社恐美女，在多人面前总是会害羞的跑掉。原本英邦正在爬墙，但当她看到游客举起相机，她立马双手扶墙摆好 pose 等待拍照，面对微笑的看着顾客。论熊的摆拍动作，没有熊能比得上英邦捧捧脸微笑出来。最要命的是，她还会笑露8尺，很难想象中日韩3国女顶流齐聚一堂，会引发多少猫粉的狂欢。到底哪个才是最受欢迎的心上熊？还真是难分胜负。直到看见江爷爷对福宝的态度，才明白爱宝2胎的出生不会影响爷爷对福宝的爱。
福珠珠真的是在蜜罐里抛大的国宝，一出生就有2名侍卫守候身旁，是财阀家的公主，也是妈妈的混世魔王。福宝小时候有多可爱？15天就睁眼，却把2位爷爷担心坏了，立刻搜集各种资料查找疑难杂症，结果发现小家伙健康的很，毕竟他体检时也会的叫。福宝长大后更是变身拆家小能手，一己之力把山清水秀变成荒野大漠。小时候的福宝玩具都快堆成山，南瓜灯、眼镜、花环、牙刷层出不穷。江爷爷担心孙女无聊，更是每天都有新花样，不是撒遍漫天红叶让福宝开心打滚，就是亲手打造木马滑梯竹蜻蜓，甚至想把隔壁老虎的瀑布搬来，整的隔壁老虎瞅见绿衣服的大叔就心惊胆战。毕竟有一次福宝从树上摔下来，爷爷们一气之下把树直接锯了。福宝成为爷爷的心上熊是有原因的，小时候小眼亮晶晶，全身粉嘟嘟，还不停哼哼唧唧的撒娇，长大以后也可爱到犯规，每次被宋爷爷缠着自拍就镜头感无敌，就差在摄像机前比个耶了。爷爷的放肆宠爱也让福宝无法无天，上房揭瓦横行天下，不仅上班蹂躏小花折磨竹子，下班还不厌其烦和爷爷们打游击战，没事就破坏老妈的睡眠，还拿爱宝的头当厕纸。但是老母亲在哐哐一顿暴揍后，还是会温柔的和闺女贴贴。福宝学爬树，他就在下面牢牢的守着，不能让宝贝女儿有一丁点闪失。已经2岁的福宝还会时不时要奶喝，爱宝被咬得痛到龇牙咧嘴，还是宠溺的让福宝安静喝完。如今艾女士自怀上2胎就暂停营业，福宝替妈上班4周内瘦了8斤，但是2位爷爷怎么忍心看福宝日渐消瘦？每天亲自烹饪满熊全席向公主献上，一会是蔬果冰激凌，一会是超级霸王笋。爱宝7号诞下双胞胎的好消息，更是把2位爷爷兴奋的当场激情相拥。푸바오 때는 한 마리가 태어났었는데 지금은 2마리가 태어나서 아마 기쁨도 행복도 2배가 되지 않을까라는 생각이 듭니다. 田一爹乐宝也一度激动到上天，但是全员上下对妈妈的瞩目也难免让小福宝失落。毕竟最近酷暑炎炎，福宝也无精打采，但是还要顶着大太阳坚持营业。可是身边再无爷爷熟悉的身影，而是换成陌生的小姐姐。江爷爷对福宝的称呼也从乖孙女变成了爱宝的隔壁邻居。福珠珠虽然看起来没心没肺，还是会独自躲在角落偷偷难过，连干饭都不香了。难道是爷爷和妈妈不要自己了？好在江爷爷及时出现，不仅拿出胡萝卜喂到嘴边，还为身心俱疲的福宝不停按摩，还呼噜扶丫头的小肚子。看他一脸沉醉的小表情，福公主可算被哄开心了，足以说明熊猫是租来的，但爱不是。福宝在爷爷心中的地位无熊可以撼动。眼看福宝明年就要回国相亲备孕，江爷爷难过的在镜头前忍不住泪奔，还说愿意来中国照顾福宝坐月子。看来即使福宝当了妈，也是爷爷心中永远的宝宝。他是熊猫界的段正淳，害得3太子萌兰至今单身。大猪蹄子美兰到底有多花心？美兰小时候因颜值超高，被当成过女孩子，基地还为她安排过和8只帅熊相亲。谁曾想闹了个大乌龙，美兰当场变性，一夜之间老婆变老子，8只帅熊哭晕在厕所，大熊猫武一更是自此封心所爱，远遁红尘。可美兰这家伙却丝毫没有悔过之意，转身就娶了7个貌美如花的老婆，孩子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与大老婆齐福玉有1子4女，7小7喜福顺福来福多多，其中大熊猫福顺在2016届熊猫宝宝展凭借倒栽葱的姿势一摔成名。大熊猫福多多从小就古灵精怪，擅长攀爬。这天奶妈到处都找不到福多多，谁知抬头一看，小家伙竟卡在栏杆中，那小眼神好像在跟奶妈求救。二老婆萌萌玉有1子2女，萌兰、萌宝、萌玉。西直门3太子萌兰凭借越狱一战成名，登上央视，从此成了熊猫圈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存在。平日里拆家饭2养小鸟，翻墙越狱挖地，要凭一己之力把北风干上市，绝对是熊猫界的智商担当。3老婆思源玉有2个儿子，思念、思云云。思念就是那个为骗盆盆奶喝，模仿待产母熊的公熊，还被奶妈写进简介里公开批评。4老婆辛雅玉有1子1女，星光星辰。5老婆季丽玉有1子2女，季美、季兰、季晓。季晓出生就自带灰色皮肤，被网友嘲笑妈妈生她的时候没墨，奶妈说她灰，还和奶妈吵架。圆圆有点灰，但是没灰那么凶。你咋子你？没碰你哈。6老婆成功育有2子2女，和风和雨，和花和叶。花叶姐弟如今已成笔了，姐弟俩日常的相爱相杀，圈粉无数。有危险的时候，弟弟会第一时间保护姐姐，可没有危险的时候，弟弟就是最大的危险。7老婆程大玉有1子3女，大美、程兰、程风、程浪。程浪出生时仅有42.8克，因此被称为熊猫界的拇指姑娘，是全球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。因体型过小，只能人工喂食，在奶爸奶妈们的努力下，小家伙也健康的长大了。不得不说，美兰家从不养闲熊，个个都凭本事出圈。她自己小时候就翻过墙头找公仔打架，结果被无情吊打，所以她的孩子也都遗传了她丈母渣的特点。而美兰的基因如此强大，子女众多，这也导致孩子们找对象太难，毕竟一眼望去都是亲戚。委屈我们3太子8岁了，还在天天阳光开朗大男孩。
它是最坚强的大熊猫。出生时被妈妈不慎咬伤，导致左前掌截肢。发觉自己和其他熊猫不同后，躺在地上默默哭泣。它就是熊猫界的杨过北峡。北峡的妈妈是大名鼎鼎的基地之花北川女士，而北川是2010年从野外救助回来的野生大熊猫，所以北峡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野二代。但由于北川妈妈没有带娃的经验，用嘴叼北峡的时候不慎将宝宝咬伤，导致北峡左边半只胳膊被迫截肢。所以北峡从小就和其他小伙伴不同，别的熊很早就学会爬树技能，看到不一样的风景，北峡爬起来却无比困难，但它从未放弃过练习。甚至因为爱打架成为基地的小霸王，经常揍得天线宝宝交易落荒而逃。即使在不占优势的木架上，北峡也硬生生将交易咬了下来。闹闹跟北峡在木架上抢座位，北峡一把就将闹闹推了下去。然而北峡也有一项致命的软肋，就是太宠自己的2个妹妹了。妹妹福如睡觉时，北峡会化身小暖男，安静的陪在福如身边，还会抱着福如妹妹要贴贴。被妹妹推开了也不生气。如果有熊欺负妹妹，北峡会第一时间站出来。交易当着北峡的面想要推倒福如，宠妹狂魔当然不乐意，立马用力的推开交易。就算自己被推倒，也会站起来继续保护妹妹，不让任何熊伤害妹妹。而北峡的另一个妹妹福婉也是被他宠上了天。由于福婉天生后肢瘫痪，只能用前爪爬行，北峡每天陪着妹妹，虽然自己的左手不方便，但北峡还是会教福婉妹妹爬树。在婉儿被游客恶意泼水后，发姑奶爸把福婉抱起来安慰，这时候北峡也过来了，和奶爸一起安慰着妹妹。或许是因为身体上的不完美，让2个小家伙更懂得互相帮助和依赖，北峡才会如此照顾婉儿。这就是被天使咬过一口的2个孩子间的双向救赎吧。这绝对是熊猫界最霸气的掰主。看大熊猫萌二掰竹，隔着屏幕都有一种杀气，怪不得网友都说他脸上的皱纹都是因为掰竹子产生的。主打的就是一个用脸使劲，而熊猫常见的掰竹子方式有用脑壳劈的，还有用鼻子劈的。萌二这种用脸掰的还是头一次见，因为用鼻子容易划伤俊脸，所以不少大熊猫就放弃了这一方法，于是专攻铁头功。就连顶流女明星花花也钟爱于头劈竹子。不过别的熊主打一个干脆利落，花花主打的是可可爱爱。然而女明星不仅吃竹子方法一流，就连吃竹笋也是有讲究的。这天花花拿起一根笋开始剥皮，去掉不新鲜的地方，再去掉笋头和中间部分，最后只剩笋尖的部分才配我们女明星享用。一根笋只吃了4口就丢到一旁，堪称迪拜式吃法，得亏是国宝，要不然哪个大户人家养得起啊？而旅居韩国的福宝吃笋，主打就是一个母慈子孝。因为福宝不爱吃笋，剥了皮就丢在地上，江爷爷就拿过来给爱宝吃，没想到爱宝吃得津津有味。그렇게 맛있어? 아니 근데 이 맛있는 걸 푸바오가 왜 안 먹고 까놓고 갔을까? 자, 엄마에게 푸바오가 효도를 한 걸로 생각하겠습니다. 푸바오가 맛있는 죽순을 깨끗이 손질을 해서。福宝虽然不爱吃笋，却非常喜欢吃竹子自助餐，这一点和爸爸乐宝简直一模一样。江爷爷辛辛苦苦栽的观赏竹，乐宝毫不犹豫就给掰断了。那么长的一根竹子，他也能打包带走到木架上吃得津津有味。江爷爷精心给他准备的竹子，他闻都不闻，就要吃自己掰的。不得不说，这爱吃自助餐的毛病属实有点费爷爷啊。而我们西直门3太子萌兰吃笋，首先品种就比别的熊高级，奶爸上的都是和萌兰一样高的加特林大竹笋。萌兰坐在秋千上炫笋的样子，把一众游客都看饿了，而且没有我们萌儿吃不着的小零食。奶爸总把窝头藏在丰容玩具里，萌兰要靠自己把窝头拿出来才行。这时候就能体现我们3太子的另一大优点，那就是情绪稳定，无论有多难转多久，我们萌儿有的是耐心。看的游客都着急了，可萌兰就是不急不躁。终于转出来后，萌兰边吃还边扭过头看看奶爸，仿佛在说就没什么能难倒本太子的。萌兰真不愧是那么多人的心上熊，这情绪稳定的样子，连两脚兽都自愧不如啊！谁能想到萌宝萌遇过生日，最忙的竟是萌兰这个小熊精。看到奶爸奶妈一早就过来给妹妹们布置生日会，这可把萌兰急得不行，就差翻墙过去给奶爸打下手了。不过貌似他对妹妹的生日蛋糕和加特林大竹笋更有感兴趣，毕竟李奶爸端来的蛋糕果盘里有窝头、胡萝卜还有苹果等，奶爸还贴心的做成天鹅和小鱼的形状，特别适合2姐妹花。布置完毕后就等待主角登场了，此时的萌儿却急得在隔壁抓耳挠腮。看来萌兰是真的很想参加妹妹们的生日会，据说她一上午都趴在玻璃上观察奶爸奶妈的一举一动，为2个妹妹监工，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每年生日萌兰都这么操心。毕竟她自己过生日的时候，不是关心奶爸给自己贴的气球掉，就是吃完蛋糕用铁盘照照自己帅气的大脸。很快萌宝和萌玉就登场了，萌宝大爷姿势吃着笋笋，萌玉也来找姐姐一起吃生日蛋糕，这可馋坏了隔壁的萌兰。奈何萌宝萌玉根本不搭理萌兰，原因是萌兰昨天把2姐妹惹生气了。当时奶爸把萌兰的加特林笋靠在墙上，妹妹们看到馋得不行，眼巴巴的瞅着哥哥能分自己一点。谁知平日里大方跟妹妹分享竹子的萌兰，
这次却舍不得自己的孙子，自顾自的吃得正香，完全不顾在隔壁馋得大打出手的两姐妹。于是萌兰被妹妹们冷落了，最后气得自己回了房间。当然，这样大喜的日子，饲养员们怎么会忘了美女妈妈萌萌呢？一大早，徐老爷就给宝贝闺女准备了竹子花，毕竟儿女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。而萌宝萌玉过完生日，奶爸才去给萌兰发加餐，可怜的萌儿只分到了3颗枣。不过毕竟是妹妹们的生日，一丝一丝就完了。到她自己过生日的时候，北洞肯定会大操大办，毕竟我们萌兰可是凭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动物园的客流量，奶爸们肯定不会亏待我们萌兰。而萌兰平时除了越狱整活，最喜欢的就是跟隔壁的妹妹唠嗑，还会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妹妹，一会拿出红色的球问妹妹喜不喜欢，一会儿又把轮胎套脖子上哄妹妹开心。每次跟妹妹聊天，萌兰都会做得板板正正，聊到开心的事还会害羞的摇手撒娇，跟妹妹拔河也会颇具绅士风度的故意放水，甚至还会拿自己的竹子投喂妹妹。可见我们萌兰绝对是熊猫界的宠妹狂魔，怪不得妹妹过个生日她这么开心。福宝的老爸乐宝有多挑食，看看这嫌弃的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江爷爷给他吃的竹子沾上了青团呢。刚到韩国的时候，饲养员拿来6种竹子供爱宝和乐宝选择，爱宝很快就选好了。而另一边的乐宝口味却十分挑剔，把江爷爷给他准备的竹子挨个掰断，竟没一个相中的。不仅如此，作为豪门赘婿的乐大爷对食物的品质要求也极高，但凡有一片发黄的竹叶，乐宝都能在嘴里精准挑出吐掉，怪不得是江爷爷亲自认证的竹子质检员。有时就连两爷爷亲手制作的窝头也不合乐宝的胃口，吃一半吐一半，甚至上演架吃。遇到不好吃的竹笋，吃了2口也推到一边，可把江爷爷愁得不行。为了找到乐宝爱吃的竹子，可费了不少劲。 요거는 가장 구하기 어려운 한 5주. 지금 대나무 줄기가 굉장히 검죠? 이 요즘은 사실은 수급하기가 좀 쉽지 않은 대나무라서 요건 먹지 않기를 지금 바라는 마음. 然而乐宝出门上班营业后却直奔屋主，这可把江爷爷吓坏了。 오죽 같은 경우는 2주 쉽게 구할 수 없는 대나무인데 幸好乐宝吃了几口后又改换了口味，对性价比更高的山竹大快朵颐起来。 江爷爷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放了下来。 러바오의 의사 표현은 산죽이 맛이 있다라고 정확하게 표현을 했거든요. 그래서 산죽은 아마 러바오를 위해서라도 이 주변에 많이 좀 축제를 해서 제가 갖고 와야 될 필요성이 있는 거예요. 而亲闺女福宝在挑食这方面属实是遗传了老父亲，拿起一根竹子闻了闻，立马嫌弃的放下，好像在说财阀破产了，连这种竹子也敢给我吃。接着又拿起一根，依旧嫌弃的不行，那生无可恋的表情好像是真的生气了。爷爷把福宝不喜欢的红薯和喜欢的苹果混在一起，结果福宝可以精准的吐出每一块红薯。不得不说，这爷俩都是不好糊弄的小熊啊。乐宝有时吃着吃着还会卡牌，仿佛在想爱宝，逗得围观游客哈哈大笑。不仅如此，乐宝平时的搞笑行为简直数不胜数，前一秒还靠着水盆喝水，后一秒直接把水盆当成了洗脚盆。这天乐宝不知怎得，一时兴起把连接树和木床的小桥拆了，迷迷瞪瞪的下树却怎么都找不到落脚点，两脚试探的样子笑倒一片网友。好在咱便宜老爹虽然皮，还是懂得动脑子的，够了半天终于够到木架，好不容易从树上下来。乐宝瞅着掉在地上的树干，好像在埋怨树干害自己出洋相。不得不说，乐宝是有点搞笑男的气质在身上，怪不得能生出福宝这么调皮的女儿。润月和艾九升学搬家了，看着黄奶爸依依不舍的眼神，可见他有多爱这俩大胖闺女。虽然润月和艾九经常仗着他脾气好欺负他，只要是黄奶爸来收猫，俩熊里都不理。艾九更是能从白天带到晚上，还贡献了奶爸拿着手电筒收猫的名场面。润月就更不用说了，800个心眼全藏在了吃上。小时候就会跟奶爸斗智斗勇，想把艾九关在屋里，自己在外面吃独食。谁知被奶爸发现，将门拉了回来。但润月还不死心，果然这丫头在吃方面谁也不让，怪不得奶妈都说她吃饭的时候会平等的霸凌每一只小熊，也难怪艾九大晚上在树上不肯回家。奶爸过来哄，第一句说的就是不仅如此，为了哄小朋友下水，奶爸还无奈当起姐妹花的和事佬。我回去收拾人月哈，要吵架了。这下艾九才肯乖乖跟着奶爸回家。不得不说，黄奶爸真的太能了，哄完这个哄那个，最后没一个听他的。谭爷爷收猫只需要吼几嗓子，几只小猫就屁颠屁颠的跟着回去，甚至有的放下竹子也会跟上爷爷的脚。而黄奶爸好像有那个收猫困难体质，但凡遇到他收猫，就连平常最听话的润月和荷叶都会磨蹭一会儿，对他的喊话无动于衷。然而好不容易送走一个电筒小公主艾九，又来一个脱糖小王子轮辉，真是把黄奶爸累够呛。还有网友夺笋道：奶爸别急，下一届还有个难收的闹闹呢。
要说熊猫宝宝有多敬业，看这只下着大雨还不肯跟奶爸乖乖回家的小熊就知道了。其他小伙伴都回家了，就他还赖在树上。3个奶爸齐上阵哄他回家，他还100个不情愿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，坚决不让任何一名游客的票白买。最后奶爸好不容易把他扒拉下来抱回去，他还挥挥手跟游客再见。这敬业态度谁看了不流泪？不过体型小的还能抱，体型大的就只能谈判了。怪不得奶爸收润月和艾灸师总得好言相劝。如今两姐妹已经从亚成绵园搬去了基地新区，奶爸应该会很想她们吧？希望两姐妹到了新家也不要分开。这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的大熊猫3胞胎，眼前蹲在角落痛苦不堪的熊猫妈妈就是菊笑。此时她正在经历阵痛，等待着3胞胎的降临。接着突然的一阵疼痛让她不得不站起来，痛苦地靠在墙边，等待宝宝的降临。吃了奶妈给她的竹子补充体力后，菊笑渐渐平静下来，开始舔舐自己缓解疼痛。突然第一个宝宝就蹦了出来，菊笑立刻给宝宝舔舐身体，想要把宝宝叼起来。她把宝宝含在嘴里挪去了一个干净的地方，接着把宝宝抱在怀里帮他维持体温。突然第2个宝宝又蹦了出来，菊笑连忙叼起第2个宝宝清洁舔舐，然后把2个宝宝都抱在怀里。很快阵痛再次来袭，菊笑此时已经累得躺在地上。接着第3只也顺利出生，虽然自己已经精疲力尽，但菊笑还是挣扎着起身帮宝宝清洁身体。而他在照顾老3的时候，老大不小心从怀里掉了出来，菊笑手忙脚乱，根本照顾不过来3个宝宝，他只能抱起1个，另一只在地上不断扑腾。要知道在野外的大熊猫如果生了双胞胎，熊猫妈妈只会选择最强壮的那只进行抚养，因此双胞胎的成活率非常低，更别说像菊笑这样3胞胎的妈妈。为了保证大熊猫的存活，菊笑的奶妈只能把孩子拿出来放进保温箱里人工培育。由于熊猫宝宝离开了妈妈不能自己维持体温，所以奶妈只能一直捂着3个小宝贝，一旦松开熊猫宝宝就会大叫。我就是一手捂着一个，只要手一撒开，它就嗷的一声就叫。它叫的越多，体力消耗的越大，越有成活的能力越完蛋。而且由于熊猫幼崽体型很小，奶妈根本不敢用力，不敢动了也。只要你用力，100多克，那一下就摁没了嘛。整从一宿一直捂到下午2点钟，取上它的母乳。在奶妈的精心照顾下，3只宝宝都非常健康。要知道大熊猫怀上双胞胎的概率只有50%，3胞胎就更稀少了，只有1%，起成活率非常低。所以菊笑目前是全球唯一一个3胞胎全部存活的熊猫妈妈，而且3胞胎出生时每只体重都达到出生熊猫单胎体重，因此菊笑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母亲。现在她和她的3个孩子萌萌帅帅酷酷，都居住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，一家4口都非常健康。3胞胎能够健康成长着实不易，这都要感谢背后默默付出的饲养员和伟大的熊猫母亲菊笑，希望她和她的3个孩子都能度过快乐的熊生。这绝对是熊猫圈最大的乌龙事件，当年不仅惊动了新华社，还引得全网猫粉怀疑人生。2014年8月10日，大熊猫娜娜产下了一对熊猫姐弟，姐弟俩在饲养员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着。因为2只小熊从小就颜值超高，在一群熊猫宝宝中显得格外可爱，于是被浦发银行一眼相中，终身认养，并分别取名为普普和发发。姐姐普普有着像妈妈一样的漂亮脸庞，性格活泼好动，奶爸奶妈们都很喜欢她，粉丝还给她取了个银行家大小姐的称号。很快普普到了该找对象的年纪，由于美名远扬，远在大连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早就对她倾慕已久，奶妈更是着急的要给2熊相亲。不久之后，普普被安排到沈阳野生动物园，这下金虎终于得到了近水楼台的机会，于是奶妈连夜买好火车票，要带着金虎去见未来媳妇。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，奶妈甚至连婚房都布置好了，只为迎接2小只的洞房花烛夜。谁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普普到达沈阳动物园后，身体突然出现异样，饲养员靠近一看，才发现他的腹部长了2颗肿瘤，这可把园方吓坏了，连夜组织专家对普普进行全身检查，检查结果却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原来4岁的银行家大小姐普普其实自始至终都是只公熊猫，腹部凸起的2颗肿瘤就是她的蛋蛋。这一结果把饲养员都惊呆了。沈阳动物园还特别发布声明，向网友解释普普的性别问题。新华社为此还专门做了报道。消息一出，整个熊猫圈都炸了。银行家大小姐一夜之间成了大公子，弟弟发发彻底失去财产继承权。据说那段时间各地动物园纷纷开始排查自己的熊猫是不是也有蛋蛋。更可怜的是，远在大连动物园的准新郎金虎，一夜之间老婆变老铁哥，谁受得了？据说事发之后，金虎整日参禅打坐，再不过问红尘俗事，奶妈只要提起普普的名字，金虎直接气得拍屁股走熊。金虎，你刚才听我说普普了，你走了，你不愿意听见普普呗？沈阳动物园方面也对普普进行严肃批评，希望他日常行为举止阳刚一点。都知道你是公熊了啊，你以后得注意点，别这么娘。而我们普普还是很听劝的，立马就展现出自己的男性荷尔蒙，一巴掌拍死喜鹊，差点开荤。从奶爸奶妈慌张的语气就可听出，要不拦着普普真有可能生吞了小鸟。哎，普普不能吃啊！
不行，吃啊，普普，玩儿行。行了，普普，不咬。天普普想提前下班，奈何奶爸迟迟不开门，气得他哐哐砸门。看得出银行家大少爷不过就算砸坏了也有禁止大门，毕竟我们普普后台可硬着呢。大熊猫莽晨晨和莽星星跟饲养员外公的感情有多好？眼前这两只跟在饲养员身后跑起来神同步的小熊，就是重庆动物园的莽晨晨和莽星星兄弟俩的这一名场面，相信很多猫粉都看过。星星晨晨没事就喜欢跟在外公后面锻炼身体，然而他俩越跑越圆润，外公却越来越瘦。原因是每次锻炼完，外公都会给兄弟俩加餐。怪不得莽星星和莽晨晨能比同龄的熊猫大一圈，都是因为重庆动物园的伙食太好了。而莽晨晨还有一张火遍全网的出浴照，就是他扶着水管吐舌头，外公给他冲凉的画面。因为重庆夏天特别热，所以外公经常给两兄弟冲凉。只要看外公拿起小水管，兄弟俩就会屁颠屁颠的跑过来，可见他俩有多爱洗澡。外公给其中一只洗的时候，另一只还会吃醋，缠着外公给自己洗。不过最后的结局一般都是两兄弟给外公洗澡，外公身上都湿透了，两熊也不见缩水，是名副其实的实心熊。可见兄弟俩被外公喂得有多好。而莽晨晨还有一个特殊身份，那就是顶流女星花花的绯闻男友。凭借圆头圆脸的超高颜值，莽晨晨在一众熊猫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很多猫粉心中和花花最配的小熊。然而听说他俩有估值关系，不知能不能配对成功。星辰兄弟的妈妈是大熊猫莽仔，也是被外公宠大的孩子，因此莽仔的脾气特别好，简直是熊猫界最温柔的妈妈。俩小熊一个压在妈妈身上，一个在下面咬妈妈的脸。莽仔被俩熊孩子折腾得精疲力尽，也没忍心动手打孩子，最多也只是推开或者落荒而逃。大熊猫成年后都有领地意识，外公却可以随意进出莽仔的院子。从小在爱里长大的孩子，或许就会更爱自己的孩子吧。而外公对星星和晨晨也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因此兄弟俩都非常黏外公。一次外公给他们喂完小苹果后就准备离开，没想到晨晨看到后就把苹果塞到嘴里去追外公，跑到一半还回来喊哥哥一起去追。于是外公最后也没摆脱到粘人的兄弟俩，外公让他们面对着游客吃苹果，两兄弟的眼睛却始终都在外公身上，可见他们有多喜欢外公。然而兄弟俩也有不听话的时候，一次莽晨晨就赖在树上不想下班，外公亲自来接也不为所动，直到外公使出杀手锏，用小苹果将莽晨晨引诱了回去。果然自己宠大的孩子还得自己哄，谁能想到这一次挥手竟是永别。这是谭爷爷最后一次呼唤宝兴。宝兴，宝兴于2021年6月24日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诞生。他从小就是小二班最听话的小熊，奶爸只要一声呼喊，宝兴绝对是第一个回家的，即使一不小心跌进泳池里，也阻挡不了宝兴奔向奶爸的身影。除此之外，他还非常聪明，吊绳上的胡萝卜够了够不到，宝兴会机智地爬上树把胡萝卜拽下来。宝兴还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小熊，会照顾其他的小熊，尤其是妹妹金宵。一次金宵非要爬树，宝兴看到后觉得太危险，立刻阻止妹妹，但金宵就是要爬，趁哥哥不注意一下子就窜上去了。宝兴不放心，只好也跟上去。他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高的树，因此非常害怕，但为了保护妹妹，他还是爬了上去。眼看金宵已经爬到了大树之巅，宝兴紧随其后，坚持让妹妹下来。妹妹看他太莫熊，无奈就下来了。然而宝兴却惨了，上树容易下树难，他被这样的高度吓得不轻，在树上待了1个多小时，才鼓起勇气向下攀爬。下来后，宝兴腿都软了，坐在树桩上。而这样暖心的小熊却抵抗不了病毒。不久后，宝兴突发异样，一天在其他小朋友都回家后，向来最好收的宝兴却一动不动地趴在木架上，直到谭爷爷过来喊他也不肯跟着回去。谭爷爷只好拿来小苹果引诱他。然而宝兴走1步退2步的情形，让谭爷爷顿感不妙。后来宝兴每走1步，都好像在经历巨大的痛苦，就连迈上台阶都很吃力。那天之后，宝兴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。起初大家都以为宝兴只是简单的病，还在期待着再次见到这个小可爱。谁知半个多月过去了，宝兴依旧不见踪影，大家才渐渐感觉到不对。于是3月21日，有记者向成都基地打去电话，询问宝兴的近况。没想到一位工作人员回应称，宝兴已经去世，但死因尚且不明。同日深夜，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发文，确认宝兴去世，并公布了初步判定的死因。2023年3月初，宝兴就出现了嗜睡、拒食等症状，初步诊断为急性重症胰腺炎。经历长达10几天的抢救无果后不幸离世，年仅不到2岁。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，一些不理智的网友因为太过痛心，甚至网暴饲养员谭爷爷，说他没有照顾好波宝。要知道宝兴是谭爷爷从小喂到大的孩子，宝兴离世最难过的一定是他。一些人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网暴饲养员？有这个功夫，还不如好好管管那些乱投喂的游客。听说宝兴就是因为误食了游客投喂的食物，才突发疾病去世。所以作为观赏者，可以不爱，也请不要伤害。希望温柔善良的宝兴去了潘达星球也一定要快乐。这是第一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熊猫，熊猫妈妈刚生完宝宝，立刻就把孩子叼了起来，动作温柔又小心，接着放进自己的怀里，双手紧紧抱住，帮宝宝把身上的羊水舔舐干净。被妈妈抱着的宝宝也终于安静下来。
看到这一幕，饲养员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熊猫宝宝，我们特别派专家团队前往比利时前去指导。接下来要检查下宝宝的身体状况。熊猫妈妈说什么也不给，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。不过让人诧异的是，她居然允许饲养员近身，可见饲养员平时对熊猫妈妈是很好的。为了顺利取出宝宝，饲养员们只好准备了一些蜂蜜。奶爸抚摸着熊猫妈妈怀里的宝宝，并没有急着拿出来。奶妈这边把蜂蜜涂抹在手上给熊猫妈妈吃。熊猫妈妈终究抵挡不住蜂蜜的诱惑，开始吃了起来。然而她一边吃着蜂蜜，一边还看着自己的宝宝。奶爸为了让熊猫妈妈有个适应的过程，并没有强行带走宝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眼看时机成熟，才拿走了宝宝。接着到保育室给宝宝做检查，先给宝宝喂了一些奶水，接着帮宝宝排便。在奶爸奶妈的精心照料下，宝宝健康的成长着。1个月后，宝宝身上的毛色已经黑白分明，在妈妈怀里睡得正香。熊猫妈妈将宝宝抱在怀里，温柔地舔舐着。这就是首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熊猫。3个月后，比利时天堂动物园为天宝举行了命名仪式。因为是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出生的，所以小家伙取名为天宝，寓意上天赐予的宝贝。6个月时，天宝已经非常调皮，会越狱了。还因为被奶妈喂得太胖，被称为巨婴。2019年4月，天宝的妈妈又进行了2次人工受精，生下双胞胎宝弟宝妹2只大熊猫。为了更好的照顾熊猫宝宝，比利时动物园还把我们中国的奶妈一起租了过去。像这种在海外出生的大熊猫，还能看见中国饲养员的情况实属少见，可见比利时对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多么用心。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被誉为比利时最美的动植物园，大熊猫居住的熊猫馆占地4.5万平方米，是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。整个场馆建设花费高达800万欧元，可以说在比利时的熊猫绝对是皇帝级别的待遇。而根据合同规定，在国外出生的大熊猫必须在4岁之前返回中国，因此今年天宝就要回国了。让我们一起关注国外旅居大熊猫的生活吧。好消息，丫丫将从上海搬往北京动物园了。近日有消息称，丫丫即将结束为期1个月的隔离检疫，回到她的出生地北京动物园。据说运送丫丫回家的笼子已经准备就绪。上海动物园的奶妈近日也向网友透露，丫丫回国1个月体重就飙升24斤，皮肤病也有了很大的好转，胖了很多，24斤多，皮肤病已经差不多了，说80%以上了。不仅如此，因为长期饥饿导致的肠胃疾病也已好转，所以预计5月28至29日就可以回到北京动物园。但考虑到丫丫肠胃疾病还未彻底痊愈，长途跋涉可能会让丫丫的身体再次遭受伤害，所以具体归期或许会适当延长。丫丫回国当天就收到了新鲜的竹子，还喝上了盆盆奶。从官方公布的一段视频看，丫丫回国后并未产生任何不适的反应。新房子里的竹子堆成小山，室内还加装了空调。据奶妈透露，丫丫吃的水果和竹笋都是最新鲜的。从丫丫回国后的状态也可看出，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。美国孟菲斯说，丫丫是因为年龄大了才会褪毛，严重食欲不振导致瘦骨嶙峋。可丫丫才回国1个月，我们就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而且国内的老年大熊猫也没一个像丫丫这么瘦的，更没有的皮肤病不给治疗的。如今丫丫80%以上的皮肤病都好了，可见孟菲斯那边根本就没有用心在照顾丫丫。要知道，小时候的丫丫不仅又白又胖，还颜值超高，就是因为长得美才被孟菲斯的人选中前往美国。再对比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天差地别，更别说没能等到归国日期就客死他乡的乐乐。不知道生前遭受过怎样的虐待。本以为丫丫和乐乐过去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没想到他们在国外20年一直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。直到国内的专家和奶爸过去，丫丫的生活饮食才有所改善，不仅吃上了新鲜的竹子，日常还有苹果窝头不断。北洞的王鹏馆长是丫丫小时候的奶爸，这一次也是他亲自请缨赴美接回丫丫。想必丫丫回到北洞后会得到最好的照顾，更何况还有萌兰那个小熊精陪伴着丫丫。到时候丫丫不仅能治好身体上的伤，心灵上的创伤也能得到治愈。现在萌兰每天在隔壁为丫丫监工，迫不及待的心情就像千千万万的国人一样。希望丫丫能在北洞快乐的度过熊生。